江夏万军雷劫，映山河浩荡碎裂眼前。几时流光手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爱与之间。当阡陌一念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荒野。风一脉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最远，但只见爱可以幻灭。最爱无言，热波乱乱一生时光，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。生生世世不还。如此强大的结界，看来那灵火便在里面。血雾阵，用凤山血脉浇灌出的血池。看门狗。你也要答应我，不要撕裂了伤口，也不要磕着碰着，我会心疼的。进来。你是何人？娇儿，来，我会告诉你答案。那次灵火果然在此处。
我的娇儿，你终于来了。你是司马氏，我一直在等你。原来你没有死在白鹿崖大火中。看来娥儿还是听了我的话，将灵火与你相融了。你能坚持下来，我很欣慰。我带你出去。不用白费力气了，我在这儿等你，也不是为了要出去。我这残破的身体，也不可能再出去了。我在这儿苟延残喘的等你，就是为了告诉你当年的真相。飞升诅咒，令司马氏人丁愈发凋零，流着珍贵血液的我们，从统领者日渐沦为八大宫的工具。到了我这一代，已全然失去了自由。八大宫为了诞下更为纯粹的凤山血脉供养灵火，逼迫我与你母亲结成夫妻。不久之后，娇儿你便带着最为纯粹的凤山返祖血脉降生于世。看到如此纯粹的血脉，八大宫贪婪欲生，得寸进尺，想让我们诞下更多血脉，遂将我与你母亲封印在白鹿崖。司马一族应寸步不移守护灵火，还请师祖潜心安于白鹿崖中。这和将我们当作囚徒有何区别？你们眼里还有我们这些师祖吗？我本想和凤山灵火融合，以便获得那强大的力量，来终结八大宫的阴谋。然而灵火威力强大，我承受不了那么巨大的痛苦，有一段时间陷入了疯狂。最终，我只能放弃。如此痛苦，你却依旧选择让我来融合灵火。那真的是迫不得已呀！你有着罕见而纯粹的凤山返祖血脉，定能承受灵火，成为破解飞升诅咒的第一人。但融合的过程中，我们便发现，你血脉太过纯正，需以更强盛的灵火与你融合，否则，灵火会在融合过程中被你的至纯血脉吞噬干净。后来，我便和司马一族的族人共同做了个决定：若我们死得其所，能让娇儿成功将灵火融合，那八大宫便再不敢进犯我司马一族。没错，我们愿意为娇儿融合灵火。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。司马一族不愿再任人宰割，满足八大宫的贪欲，于是决定共同以血养火，养成那足够强大，能够被你融合之火。然而，血祭一旦开始，我们便发现那灵火仿佛无底洞，100余位族人前赴后继，血祭身亡，却无一人放弃。最终，我们族人用尽了全部的血脉，终养成这世间最强盛的灵火。牺牲全族人的性命，让一个孩童背负如此沉重的命运，该说你们是可怜还是可恨？如若让我们重新选择一次，我们依然会走这条道路。那你又为何会在此处？我怕八大宫发现了我们的计划，我便装疯放火，让他们以为我是发疯放火，杀了所有族人。而为你融合灵火的最后一步，便是需要你母亲为你炼化灵火。我本以为我们的计划便会在这一刻结束，
死了，不好，司马鄂呢？白鹿崖大火时，施家安插在八大宫中的眼线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我，于是将我从白鹿崖偷偷带走。原本施家的确是想救我，但我被救出以后，急于想要找到你，让施拥有从我这里获知了破解飞升诅咒的秘密，这引起了他的贪欲。施拥有伙同他的弟子石千缕，从白鹿崖偷走了一小簇即将熄灭的灵火分身，以我的身体作为灯芯供养。同时，石拥有与石千缕暗中打造了白凤山，收集凤山血脉，以血来培养你这簇灵火。没错。既然你到了这儿，那这一切便都该终结了。娇儿，你要记住，我们是凤山一族，凤山一族天生不凡，注定与天地同寿。天地同寿，你看清楚了，如今这司马一族只剩下我一人。只剩下你一人又如何？只要你能活1000年、万年，只要你不死，凤山一族就永远在，我们一族的辉煌便有重现的那天。只要你把它吞噬了，你的伤势不仅会痊愈，更能让你体内的灵火倍增。除了强大之外，还有一种可能，我在吞噬灵火的过程中，被灵火瞬间燃尽，对吗？你是1000万年罕见的凤山返祖血脉，你定能做到我们不曾做到之事。你能如愿了。不好，太尉者出事了。掌门，叶公主传信，已有廖廷彦下落。速热接入林，将廖廷彦绑去太玄峰，否则他应职工族人都要死。是。我感知到了太尉山的灵火有异样，恐怕这司马娇已经找到了那里。我先行去查看，你速速通知各国公主前往太玄峰布阵。一旦这司马娇现身于太尉山，我便会利用廖廷彦将他引去太玄峰。到时候，我们各国公主合力将他擒获。是。莫非司马娇这一遭会发生什么意外？呸！哪有自己筑自己道侣的？他那么厉害，
能杀他的人恐怕还没出生，哪怕受点小伤，也不会有大事的。要是刘光静还在就好了，也能让娇娇给我报个平安。若莲，啊，念九，若莲，若莲，念九，平爷，平爷，抓住他！叶公主，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。你究竟是怎么找到我的？这仙界，只有我认得你的极寒痕迹。近日你修为大涨，那痕迹也越来越清晰。那我还得谢谢你，现在才来抓我。掌门有令，若捉不到司马娇，务必要将这个廖廷燕带回去。平爷，平爷，找死！叶公主，你究竟站在哪一边？你一个小小的弟子也敢质疑我？是掌门是让你们监视我，但没有让你们命令我。我做什么决定，无需向你们解释。还是快办正事。带走。走。你们放开他！平爷，平爷，放我出去！朱灵，你快放了廷烨！朱灵！啊！我的灵火！你终于来了！你揉了我的灵火！我们几百年筹划的大计，竟让你得了利！司马娇，你这个卑鄙的、该死的混蛋！过奖了。司马娇伤我女儿，让我饱受痛苦，我要让她也承受此痛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竟然有极强的防御，我竟伤不了他。月公主，大敌当前，不要冲动啊！月公主，今日若是谁想毁了这件捉拿司马娇的工具的话，我只能将他视作破坏八宫大计之人。叶如莲，你究竟是何居心？哦，你到现在还与廖廷烨惺惺相惜吧？月公主，现在不是谈私仇的时候，我们得干正事啊！日公主说的有道理，各位公主，事不宜迟，摆阵吧！还请立即通知师掌门，人已带到，让他速速将司马娇引至太玄峰。
司马氏一族的血造成的血池，也将毁于司马氏一族的血。石千缕，这只是个开始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听。是灵脉在燃烧，灭之宫弟子，速速远离灵脉！灵脉燃烧，是司马娇，不知他那边如何了。不能放过廖天燕，来不及了，快走！你们施氏一族所在的灵山、祭神庙、祖墓，你的掌门太玄峰，都会变成一片火海。从今往后，你们的所有灵山和你们偌大的施氏，都将不复存在。石千缕，看到自己苦心创造的一切被毁掉，滋味如何？司马娇。你一直在策划这件事，你会后悔的。为了逼迫我，将我的族人逼来此处，我得和他们在一起。啊，小心！这也走不了啊！你以为你赢了？但我告诉你，你带在身边的那个女人也在太玄峰。我们死，她也会陪着我们一起死。你说什么？1000算万算，没有算到你会亲手杀了你最在乎的人吧？此会如何？你狂妄至此，终得报也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
我不能等你回家了。廷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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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廷琰。法宝挡不住我的灵火。我为什么找不到你？我为什么？你的神魂一定还在，我一定要找到。师祖，师祖，您找到庭院的神魂碎片了吗？师祖，你已经在仙府找遍了，可还是没有庭院的神魂。或许他真的……他没死，他一定没死。师祖，师祖，您体内的2团灵火还没有彻底融合，若是继续下去，会有危险的。继续找他。师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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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祖。话说，那太微山一战，灵脉崩毁，仙门倾颓，此藏道君痛失道侣，心神俱裂，竟堕入心魔，昏迷不醒。恰逢仙魔屏障破裂，魔域压境，庚辰仙府危在旦夕。安和，我们快招架不住了，你速速带人回去做好防御，守护好师祖。念九，那你呢？我还能撑一会儿。快走！
魔主尤赤与他那个国师明离，不久前又攻下了一座城池。要是师祖还不醒来，仙府怕是真要亡了。唉，谁曾想过，风光无限的仙府，如今会沦落到这般下场。要是师祖还醒着就好了。是啊，听说当年师祖是因为师祖娘娘仙韵急火攻心，再加之融合心的灵火出了问题，这才陷入长眠。若是有他在，不知师祖是否会早日醒来。是啊。师祖，庭院。师祖，师祖。老板，司马娇，娇娇，娇娇，娇娇，快来呀！早安，娇娇。我说过，只要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你的神魂一定还在，我一定要找到。公主，前方战事如何？前方阵地已被数百魔兵攻下，很快便要打到这儿来了。数百，加上后备营里的各宫门人，我们的兵力只有数十人。还请公主将剩余兵力全部交予我，我与黑念九一起为仙府死守到底。死守到底！好，我们修仙半生，如今为守护仙府而死，也算死得其所。他们来了，仙府诸位，保护师祖！是。灵火，是师祖。真当我死了？拜见师祖！拜见师祖！师祖，师祖，你醒了。哭什么？师祖，你体内的2团灵火已经彻底融合了吗？庭燕呢？可有他的消息？师祖，您忘了吗？庭燕的身世碎片根本就没有留下来，他已经不可能脱身了。还有入灵，入灵也是。石家那帮人呢？自从太微山一战之后，石家就几乎全部灭完了。但是我们搜遍了仙府所有的地方，都没有找到石千缕的尸体。我想他一定是隐姓埋名，在仙府某个地方藏了起来。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石千缕肯定待不下去。
这屏障的漏洞，便是他逃窜的最好机会。师祖的意思是，去魔域斩草除根。师祖，白竹虽然医术浅薄，但求随师祖一同前往，护师祖康健无虞。师祖，您才刚刚苏醒，就要赶去魔域吗？你有异议？弟子不敢。只是弟子有一事相求。仙魔大战之时，不少仙府子民被掳去魔域，下落不明。弟子斗胆恳请师祖，倘若在魔域遇到他们的时候，请为他们在魔域建造一个庇护之所。我本无意毁掉这里，可终究还是落得此等地步。这并非是师祖的错。当年仙魔屏障无故被人摧毁，你沉睡之后，魔主又盯上了我们仙府的地盘，才会这样生灵涂炭的。师祖，您这是将仙魔屏障修复好了？看来师祖并非像传闻那样刻薄。师祖娘娘亲善随和，不喜杀生，师祖因她才有了变化。可惜命运弄人啊！主上，明离，700年了，我何时能复生？主上，白骨原是魔域魔气最充沛的地方，您且安心在这里休养。主上放心，神魂归位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，如今就只等司马教的凤山之喜了。他沉睡了18年，18年过去了，你竟然还没把他带到我面前。回主上的话，他近日已经苏醒，且他已经成功融合了2簇灵火。废物！主上息怒，我们还有那韩愈可以杀司马昭取血。你找了那么多年，都毫无收获。我看他早就死了。不，那韩愈定还活着。那仙魔屏障的缺口上所残留的极寒痕迹，便是意味着他从18年前的仙府大灾中穿过屏障来到了魔域。只是，恐怕他已经身受重伤，我们才没有办法找到他的痕迹。世间仅有这一条韩愈，是刺杀司马昭的绝佳之期，一定要给我找回来。不过，如今司马昭体内已有2簇灵火，即使找到韩愈，也杀不了他，恐怕还得借助一件远古魔器。你顺着地图去找刑天锁，只要将韩愈炼化成灵石，镶嵌在这刑天锁上，便能杀了司马昭，抽干他的血，为我血祭。属下即刻启程。主上放心，我必定尽全族之力，务必找到那韩愈廖廷彦。家里又快没吃的了，干完手上这票，还得去找点活干。东城路远，早去早回，路上要小心谨慎，莫要伤了自己。知道了，爹。
萧瑟，星月斑驳，染指这前尘的寂寞。烛光微弱，人影婆娑，黑夜里闪烁。用笔勾勒光的颜色，温暖你冰冷的魂魄。回忆停泊，思念铭刻，却无法触摸。寻着沙砾的脉络，化身为灵火，燃尽这所有的因果。更